为了与中国军队竞争，五角大楼开始吸引初创公司参与国防采购。他们为何如此着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当前中美两国出现了全面竞争的态势，又与军事科技竞争最为敏感，因为美军无法接受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落后于解放军的事实。一旦美军在战争中无法获得技术优势，又在中国家门口发生冲突，那么美军吃败仗就是大概率事件。所以过去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说到美国军队的焦虑，其实这个焦虑还不是我们说的，而是美国各个军种都在表达的情绪。美国海军想要更多的新军舰，而且呢，他们难以接受主战舰艇落后于中国的055万吨大驱的现实。美国空军急着要研制 NGAD 第6代战斗机、E7预警机等等，因为美军在主力战机和预警机领域已经开始落后于中国，再加上中国在陆基中程弹道导弹领域的优势，高超音速导弹和远程火箭炮上的绝对优势，你说美国人能不急吗？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美国国防部为了扭转退势发布的一项政策，而这个可能是导致美国在军事科技竞争领域焦虑的根本原因。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力争吸引硅谷的初创公司参与国防采购，目的是以中国在发展军事技术方面进行竞争。美国国防部试图通过拨款的方式吸引硅谷加入武器生产商的行列，因为当前美国的军工产品的采购依赖为数不多的大型集团，军方急需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国防采购的需要，并寻找更加灵活的供应商。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地吸引私人公司研发新型武器。北京向技术领域的投资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有意思的是，美国人现在每年向初创公司花的预算只有60亿美元。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防部为何着急着要吸引初创企业加入国防供应链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军在武器采购方面严重的向几个大型军工集团集中，而这些军工集团本身也是趋利的，他们之间呢又缺乏竞争，从而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的武器采购成本快速上涨，已经抵消了军费的增加，正在使美国失去军事竞争优势。比如，美国采购一架 F-15战斗机需要1.2亿美元，而这个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歼20隐身战机的造价。一艘阿里伯克3型驱逐舰的造价高达30多亿美元，按照网友们的估算，这是中国055万吨大驱的4倍多。关键是它的整体设计还落后了一代。美国海军采购一枚高超音速导弹需要花费5600万美元，而中国采购一枚东风17可能只需要500万美元，这就是10倍的差距。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军工集团没有挑战者，自己报多少钱，美国国防部都得受着，而且呢，他们还是趋利的，这个后果以后会越来越严重。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防部还有条件扶持出能够挑战军工巨头的初创公司吗？第二，美国武器研制的关键供应链出现了中断的情况，如果不改善，这后果会非常严重。比如，美国已经出现缺少先进风洞、缺少制造军舰一体式桅杆的企业等等。美国军工企业只要不挣钱，就不会投资基础设施，制造部件不挣钱就直接倒闭了。这也是目前的美国军舰为什么很难与中国竞争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军工企业拥有更加健全的产业链。第三，美国在武器研制上所面临的体制缺陷也很严重，去工业化正冲击着美国军事霸权的地位。美国就算支持初创公司，也很难改变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的模式。美国的一些初创公司设计能力很强，过去呢，他们往往把工业化环节放在中国，这样才能更有机会取得成功。
对于已经严重去工业化的美国来说，再想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已经不行了，而没有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在武器研制上只会四处漏风。第四，由于战术样式现在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民营公司的产品变得更加不可或缺。从乌克兰战场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民用无人机已经变成战场的主角，所以这类产品需要初创公司来提供。然而，这类产品同样玩不过中国的民营公司。总体而言，虽然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4倍左右，但在变成实际购买力的时候，就会大打折扣了。美国国防部要想通过一项新的政策就扭转态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病美国人真的治不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